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藏在血液中的隐形炸弹——三酸甘油酯。很多人害怕胆固醇过高，却往往忽视了三酸甘油酯这个无声杀手。如果你的血液粘得像粥一样，小心，心梗和脑梗随时可能发生。而罪魁祸首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三酸甘油酯。为什么我们的血液会变得粘稠？又为什么三酸甘油酯偏偏这么危险？更重要的是，人类现在竟然找到了它的天敌，一种让三酸甘油酯难以升高的神奇物质。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看看最新研究如何揭晓这个惊人的发现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三酸甘油酯。简单来说，三酸甘油酯就是血液中的脂肪。当我们吃进过多的热量，不管是油脂还是糖分，身体都会把多余的能量转化成一种脂肪，储存在体内。这种脂肪形式就是三酸甘油酯。如果把胆固醇比作血管里的水垢，那么三酸甘油酯更像是油脂，它让血液变得浓稠，流动变慢。一旦三酸甘油酯含量太高，我们的血液会像淤泥一样在血管中流动。想一想，一条河流如果被泥沙堵住，会发生什么？是的，河水会改道，甚至泛滥。同样地，当血液变粘稠，我们的血管就容易被堵塞，心脏、大脑等器官就会缺血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致命的心肌梗塞或脑中风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让三酸甘油酯在我们血液中节节攀升呢？很多人以为只有吃油多、吃肥肉才会让血脂飙高，觉得只要少吃猪油、牛油就没事。然而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，真正让您血液变黏的元凶，很可能正是每天餐桌上最常见的精制糖分和淀粉、白米饭、精白面条、糕点和含糖饮料。这些看似无害的主食和甜食，其实正悄悄地逼迫您的肝脏加班加点制造大量脂肪，并将其送入血液。我们的肝脏就像一间化工厂，吃进太多糖，肝脏就把糖转化为三酸甘油酯。喝下含糖饮料或啤酒，肝脏同样会制造出更多脂肪。结果呢？抽血检查时，三酸甘油酯指数蹭蹭往上，一不注意就超标。举个例子，有些年轻人体型不胖，但特别爱喝手摇饮料，爱吃甜点，结果体检发现三酸甘油酯爆表，血液都快粘成糖浆了。这就是因为高糖高淀粉的饮食让肝脏制造了过量的油脂。再看现代人常见的啤酒肚，那圆鼓鼓的小肚子其实往往不是喝油喝出来的，而是长期喝酒、含糖饮食导致三酸甘油酯堆积，脂肪在腹部囤积的结果。更糟糕的是，三酸甘油酯升高常常没有明显症状，它不像高血压会头晕，不像高血糖会口渴多尿。许多人可能外表看起来瘦瘦的，却已经是血脂肪过高而不自知，血管里暗藏危机。因此，三酸甘油酯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，在不知不觉间损害着心血管健康。既然高糖高淀粉饮食是让三酸甘油酯升高的元凶，那解决的办法似乎也很明确：管住嘴，迈开腿。不少医生建议要降低三酸甘油酯，首先就要少吃糖，少吃精致淀粉，甜饮料、蛋糕、饼干要少碰，白米白面要适量，改吃一些全谷杂粮，同时还要多运动，因为运动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利用，帮助清除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。此外，少喝酒也极为重要，酒精本身就会转化为三酸甘油酯，因此酒精爱好者特别容易血脂偏高。对于三酸甘油酯特别顽固的人，医生有时甚至会开降血脂药，比如鱼油胶囊或是贝特类药物来帮助降低，但药物往往有副作用，而且一停药指数可能又反弹。长期看来，最根本的还是生活方式的调整。然而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让一个嗜甜如命的人戒糖，每天运动就像让猫不吃鱼一样难。有没有可能，我们找到一条更简单的道路？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，既然精致淀粉和糖分是让三酸甘油酯升高的元凶，那么能不能找到某种食物，既能当主食，又不会让三酸甘油酯飙升，甚至还能降低它呢？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天方夜谭。主食不就是淀粉吗？淀粉不就是吃了变成糖，糖又变成脂肪吗？难道会有一种淀粉吃下去反而不变成脂肪，还对抗脂肪？
如果有这种东西，那简直就是三酸甘油酯的克星了。让人惊喜的是，答案还真是肯定的。最新的研究找到了这样一种神奇的东西，被称为三酸甘油酯的天敌。它是一种特殊的淀粉，叫做抗性淀粉。这名字听起来拗口，但其实意思很简单。所谓抗性淀粉，就是对消化有抵抗性的淀粉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淀粉到了我们肠道里，不像一般淀粉那样被轻易消化。普通的淀粉，比如白饭里的淀粉，在小肠里很快就被各种消化酶分解成葡萄糖，然后吸收入血。血糖升高后，身体为了维持平衡，就会把多余的糖转存为脂肪。结果三酸甘油酯上升，可抗性淀粉很调皮，它到了小肠却装死，不理会那些消化酶，反而直接跑到大肠去，在大肠里才慢慢被分解或发酵。因此，抗性淀粉不会让血糖迅速上升，因为它不在小肠变成葡萄糖，它更不会大量转化成脂肪，因为很大一部分根本没被人体吸收，就已经当作膳食纤维一样排出或被肠道细菌吃掉了。也就是说，抗性淀粉其实更接近膳食纤维，而非普通淀粉。它带给我们三大好处。第一，降低血糖吸收速度。抗性淀粉消化得非常慢，血糖不会骤然升高，而是平稳缓慢的上升，给人体一点时间把糖原存到肌肉里去，而不是一下子转成脂肪囤积起来。第二，减少肠道发炎。抗性淀粉来到大肠，被我们肠道里的益生菌当美食一样发酵分解。在这过程中，益生菌产生了对人体有益的物质，比如短链脂肪酸等。这些物质能降低肠道的慢性发炎。同时，抗性淀粉还能减少肠道中有害物质，像脂多糖会引发发炎反应的产生。当肠道不发炎了，我们肝脏受到的压力也减轻了。肝脏的慢性发炎一改善，处理脂肪的能力就上升，自然更容易把脂肪代谢掉，脂肪肝也就跟着减轻。第三，增加饱足感并降低热量吸收。抗性淀粉就像纤维一样，体积不小却不怎么提供热量。吃了含抗性淀粉多的食物容易有饱足感，不会让你一下子饿得发慌。同时，因为它本身不被消化吸收，等于悄悄减少了一部分热量的摄取，所以用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替代一部分精致淀粉，不仅让人更容易吃饱，少吃，实际吸收的热量也更低，可谓一箭双雕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听起来不就是在说多吃膳食纤维吗？其实，抗性淀粉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膳食纤维，但与一般纤维不同的是，它还是淀粉，也就是说，它依然是碳水化合物，只是与众不同的碳水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主食在我们的饮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。很多人一餐没饭吃就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所以完全不吃淀粉主食的生酮饮食、低碳水饮食，对一般人而言很难长期坚持。而抗性淀粉的发现给了我们一种折中的可能，吃淀粉也能降血脂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酷？吃主食不再是坏事，关键要吃对种类。那么抗性淀粉在哪里能找到呢？难道要去营养品店买胶囊吗？其实完全不用，抗性淀粉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，我们平常就有不少机会吃到它，只是可能不知道而已。举几个例子，地瓜、红薯就是抗性淀粉的宝库之一。难怪很多营养师建议用地瓜替代白米饭作为主食，因为地瓜除了维生素丰富外，其中的淀粉有相当比例是抗性淀粉，吃了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容易造成血糖飙升。再来，燕麦也是好东西，特别是隔夜燕麦。所谓隔夜燕麦，就是把燕麦煮熟或用牛奶浸泡后，放冰箱冷藏1夜再吃。经过这种降温处理，燕麦中的部分可消化淀粉会转变成抗性淀粉，所以隔夜燕麦既保留了燕麦的营养，又增加了抗性淀粉的比例，对控制血脂更有利。同样道理，把米饭煮熟放凉再吃，或把马铃薯蒸熟冷藏后再回锅炒，也是增加抗性淀粉含量的小撇步。不过要注意，靠这种煮熟冷藏的方法增加的抗性淀粉含量其实有限，想真的摄取足够，还是要挑对食物本身。哪些食物富含抗性淀粉呢？除了刚才提到的地瓜、燕麦，全谷类如糙米、薏仁、
荞麦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各种豆类，例如绿豆、红豆、黑豆、扁豆等等，都含有大量的抗性淀粉。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来源是，绿香蕉没熟透的青香蕉涩涩的不好吃，那就是因为它的淀粉很多，还是抗性淀粉状态，不能被甜甜地尝出来。一旦香蕉熟了变甜，抗性淀粉就转成糖了。所以不妨试试把青香蕉切片烘烤做成香蕉干，或者直接在尚且青涩的时候少量食用，也是获取抗性淀粉的办法哦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神奇。科学家们对抗性淀粉早就有兴趣，但真正让全世界医学界震惊的是2023年发表在顶尖期刊《细胞代谢》上的一项研究。研究团队招募了200位有脂肪肝问题的志愿者。脂肪肝其实和高三酸甘油酯息息相关，肝脏里积累脂肪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三酸甘油酯堆积，导致肝细胞变性。这200人被随机分成2组，一组每天在饮食中加入抗性淀粉作为主食，另一组则吃一样热量的普通淀粉。研究中用的是非抗性的玉米淀粉，简单理解就是一般的精制淀粉，除了这个差别，它们在热量和营养摄取上保持相似。然后让他们持续这样饮食4个月。4个月后，结果公布，连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惊艳。吃了抗性淀粉的那一组，肝脏脂肪显著减少，他们脂肪肝的严重程度指数从原本的24降低到13，几乎改善了一半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他们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水平下降了近40%之多。同时间，他们的平均体重也从83公斤降到了78公斤。减掉了5公斤左右。而对照组那边，吃普通淀粉的人脂肪肝几乎没啥改善，体重也没什么变化，血脂当然更谈不上下降。这项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把主食换一换，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健康受益，不需要额外的药物，不需要刻意挨饿节食。在正常吃饭的情况下，选对淀粉就能让肝脏减油，让血液里的油脂明显下降。这可不是玄学，而是刊登在权威期刊上的科学实验结果。难怪医学界称其为震撼性的发现。研究负责人之一，台湾的减重名医萧杰健医师，在分享这个结果时，特别强调了一点：抗性淀粉带来的好处，不仅仅是因为受试者瘦了几公斤而已。即使撇开体重变化，抗性淀粉本身就对脂肪代谢产生了正面影响。换言之，有些人哪怕体重没降很多，但他们的脂肪肝程度依然改善了，三酸甘油酯也下降了。这证明抗性淀粉的作用机制并不只是热量少一点这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它改善了肠道健康和肝脏的代谢环境。我们前面提到，抗性淀粉能减少肠道发炎，产生有益代谢的短链脂肪酸，这些效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肝脏减轻脂肪负担。想象一下，你给2批辛苦工作的员工吃饭，一批吃的是精致淀粉便当，血糖飙升又很快饿，另一批吃的是抗性淀粉餐盒，血糖平稳长效，提供能量。结果前一批员工，三酸甘油酯高的人的工作环境充满压力和垃圾产物，发炎因子多，而另一批员工吃抗性淀粉的人，工作环境更轻松整洁，发炎因子少，长期下来哪一边的表现会更好？答案不言自明。如果说抗性淀粉是三酸甘油酯的天敌，那么从日常生活角度，我们该如何请出这位天敌来助阵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坚持每天给自己来份抗性淀粉丰富的主食，例如每天早餐来一碗燕麦粥，更棒的是把燕麦头天晚上冷藏一下再吃，或者午餐晚餐用一根烤地瓜替代白米饭，或者吃饭时加一碗杂粮杂豆饭。只要每天有一餐这样做，你等于每天都在主动对抗三酸甘油酯。不要小看这一餐的改变，正如研究所示，短短几个月内你的身体就会给出回馈，血液里的脂肪指标降下来，连肝脏中的脂肪都会跟着减少。很多人三酸甘油酯超标，3个月后复查却惊喜地发现恢复正常。秘诀往往就是在饮食中加了抗性淀粉，多了膳食纤维，少了那些过度精致的东西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搭配其他一些小技巧来加成效果，比如多吃蔬菜和其他可溶性纤维，
日本的健康专家曾推荐几样日常食材，像大蒜、牛蒡、洋葱，它们富含一种叫菊糖的可溶性纤维和抗性淀粉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类纤维在肠道中也能发酵产生益处，帮助降低三酸甘油酯，同时对预防血糖升高也有益处。所以平时炖汤煮菜不妨多放些蒜头、洋葱，既提味又健康。再比如深海鱼中的 Omega-3 脂肪酸，也是公认能降低三酸甘油酯的营养素。如果每周吃上2-3次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如鲑鱼、青鱼等，对血脂的控制也是大有帮助的。当然，这里顺便提醒，少吃那种炸鱼排之类的加工食品，因为反式脂肪会抢走 Omega-3 的功效，还会让血脂更糟。最好是清蒸、水煮或轻微煎烤的方式料理鱼肉，健康又美味。除了吃，我们也别忘了动。运动真的是百病的克星，对于降低三酸甘油酯尤其有效。有氧运动比如快走、跑步、游泳，能直接燃烧脂肪，让三酸甘油酯拿去当燃料消耗掉。力量训练则能增强肌肉，提高基础代谢，间接让身体更快处理掉多余的血脂。最理想的当然是饮食加运动双管齐下，如果能每天保持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再配合我们刚才说的饮食调整，那你的血管会感谢你一辈子。现在我们手上握有了对抗三酸甘油酯的秘密武器，接下来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每天利用它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已经身体力行并受益匪浅，有人三酸甘油酯高达正常值好几倍，在饮食中加入抗性淀粉，戒掉含糖饮料后，不到半年血脂就降回标准，整个人也轻盈了不少。还有许多中老年朋友以前总担心三高缠身，自从每天一把燕麦或一块地瓜当主食，配合散步，现在血糖稳定，血压正常，连医生都好奇他们用了什么妙方。其实哪有什么神药，不过是顺应了人体的需要，少给身体添乱，多给身体养分。精制糖和淀粉吃太多是添乱，抗性淀粉、纤维和天然食物则是养分。当我们选择后者，身体的代谢机能就会回到正轨，先前那些偏高的指标就会一个个降下来。最后，我想强调一点，健康管理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而是在于日积月累。抗性淀粉的确是三酸甘油酯的克星，但前提是你每天愿意让它上场发挥。光是知道这个知识，却不去调整饮食，那仍然于事无补。索性做出改变其实并不难，超市买几条地瓜放家里，白米换成糙米杂粮饭，早上泡点燕麦，加颗蛋就是丰富的一餐。开始可能有点不习惯，但当你想到这些食物正在帮你的血管做清道夫，把那些粘稠的血脂扫地出门，你就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不仅血脂降了，精神状态也更好了，饭后不容易犯困，体重也许顺便轻了几公斤，这就是身体给你的正面反馈。总而言之，科学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，每天一次抗性淀粉，远离三酸甘油酯困扰。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结构，让三酸甘油酯的天敌为你服务，让你的血液重新变得清澈顺畅。当三酸甘油酯乖乖降下来，血液不再粘稠，血管不再堵塞，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，这三高自然更不容易找上门。长此以往，心梗、脑梗发生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。我们并不是在画大饼，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结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从现在开始你就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，到了晚年甚至到100岁高龄，你依然有干干净净的血管，不会被三高缠身，更不会遭遇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的突袭，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现在你知道了三酸甘油酯的天敌是什么，也了解该如何运用它。健康其实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每天给自己10分钟准备一份抗性淀粉丰富的餐点。从今天开始行动吧，让三酸甘油酯想升高都难如登天，让血管保持通畅无阻，用持之以恒的努力换取长久的健康与平安。相信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。祝愿大家都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
远离三酸甘油酯过高的阴影，拥有清澈的血液和强健的心脑血管。记住，每天一次抗性淀粉，血脂管理不再烦。让我们一起朝着无三高、无心梗、脑梗的100岁人生迈进吧。